穿书成兽是第一恶毒女配是什么体验？当初那个令全兽是闻风丧胆魔尊对原主强行贴后，拍拍屁股消失了。原主是这段经历为奇耻大辱，恨屋及乌，把满腔怨气全撒在了4个小怪物身上，吃毒草，拔獠牙，打断腿，伤口撒盐，做诱饵。按照原书剧情，这4只崽崽未来会黑化成毁天灭地的大反派，把原主扒皮抽筋，顺便屠了整个部落。而我好死不死，偏偏穿到了原主刚做完大死。昏迷醒来的时候，面对这种地狱开局，我还没来得及调动体内的末世异能，耳边就传来了2道稚嫩却透着彻骨冰冷的童声。坏雌性死了吗？要是死了，我们今晚能吃它的肉填饱肚子吗？我是被一阵仿佛要把脑浆搅碎的剧痛踢醒的，艰难地睁开眼，刚想抬手揉揉太阳穴，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慌乱的倒退声。顺着声音看去，阴暗潮湿的石洞里，3个骨瘦如柴的崽崽正瑟瑟发抖地挤成一团。他们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防备，仿佛我是什么吃人的恶鬼。庞大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我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堂堂末世满级御兽师兼神厨，竟然穿书了，穿成了苍岩部落里最声名狼藉的恶毒雌性迷因。原主不仅作死倒贴部落勇士，还把这几个相依为命的混血灾星崽崽当成撒气筒，非打即骂。我揉着眉心，定睛看向那3个吓坏的崽崽，一个饿得正在啃石头，肚子却大得出奇的胖墩，一个满身鞭痕，脊背隐隐有骨刺倒生的瘦猴，还有一个瞎了眼，仿佛一团没有五官的灰色毛球。等等，这特征，吞噬万物的深渊巨口，桀骜不驯的倒生骨刺，无面无相的混沌之气。我心跳如擂鼓般狂飙，差点当场笑出声。这哪里是全族唾弃的灾星，这分明是饕餮、桃物、混沌、上古4大凶兽啊！别人穿书当亲妈吓得半死，我只觉得老天爷把金山砸在了我头上。这可是4个毁天灭地的绝世大宝贝。然而狂喜还没蔓延到嘴角，我猛地一拍大腿，惊出一身冷汗。4大凶兽怎么只有3只？记忆骤然闪回，半天前原主嫌弃长着残破肉翅的2宝是个累赘，竟狠心将他扔进了危机四伏的迷雾死地，给狩猎队当诱饵去了。那是未来撕裂苍穹的穷奇啊！老娘的绝世神兽要是死在新手村，我把这破部落屠了！我眼底闪过一丝狠厉，抄起地上一把断裂的骨刀，像一阵狂风般冲进夜色中。迷雾死地，终年瘴气弥漫，是苍岩部落的死亡禁区。我像疯了一样在灌木丛中狂奔，浓重的血腥味顺着夜风飘进了我的鼻腔，让我在末世淬炼出的战斗神经瞬间紧绷。意念一动，手腕感到滚烫，出现一个蓝色的星空印记。我的金手指心系万界超式开启，我果断提取了一支超强力量增幅机一饮而尽，顺手换了一把削铁如泥的高碳钢剁骨刀，拨开前方带刺的荆棘。眼前的惨状让我瞳孔骤缩，心脏猛地一抽。在低洼的血泊中，我找到了2宝穷奇。那个瘦骨嶙峋的男孩正死死咬住一头变异暗影狼的脖颈，他背后那对原本就发育不良的肉翅，此刻被硬生生撕裂了一半，白骨森森地暴露在空气中。他浑身是血，濒临死亡，但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里没有半点求饶的恐惧，只有无尽的暴力和对这个世界极致的恨意。而另一头足有2米高的暗影狼已张开血盆大口，正要咬碎他的头颅。畜生，你找死！伴随着一声暴喝，我宛如修罗降世，从天而降。高碳钢剁骨刀在月色下划出一道冰冷的银芒，呼哧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闷响。那头体型庞大的暗影狼竟被我一刀齐刷刷地斩断了头颅，滚烫的狼血如雨般喷溅在穷奇惨白的小脸上。他震惊地瞪大眼睛，看着平日里只会拿藤条抽打他、骂他怪物的我，此刻竟如杀神一般将他死死护在了身后。老娘的无价之宝，你们也敢碰？我一脚踹飞狼头，刀锋直指剩下那头瑟瑟发抖的暗影狼，杀意滔天。剩下那头暗影狼被我恐怖的威压震慑，呜咽一声，夹着尾巴落荒而逃。危机解除，我立刻扔下刀，心疼地蹲下身看向地上的小血人。穷奇本能地往后瑟缩，喉咙里发出野兽般威胁的低吼。他眼中的防备极深，以为我这恶毒的女人只是为了换一种更残忍的方式折磨他。当沾满血污的手伸过去时，他猛地张开嘴，狠狠咬住了我的手腕，尖锐的牙齿瞬间刺破皮肤，鲜血溢出。这种极致的自我厌弃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在末世，我见过太多这种被世界抛弃后破碎的眼神。什么怪物？你可是阿娘心尖上的绝世大宝贝！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不仅没抽回手，反而一把捏住了他命运的后颈皮，将这个浑身是刺的小家伙强行搂进怀里。接着我反手从空间掏出顶级的神级治愈喷雾，对着他血肉模糊的后背就是一顿猛喷。奇迹发生了，深可见骨的伤口传来一阵清凉，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止血。结痂，穷奇彻底呆住了，连松口都忘了。这清凉的触感是什么？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在救他，而且她的怀抱为什么这么暖？行了，别咬了，牙不酸吗？我轻笑一声，一把将呆滞的小穷奇扛在肩上，顺手将地上的暗影狼尸体收进空间。走，回家，阿娘给你们炖肉吃。然而当我扛着穷奇满心欢喜地回到那破败的石洞前时，迎接我的却是黑暗中3双泛着忧虑凶光，准备和我同归于尽的眼睛。刚踏进石洞，3道凌厉的劲风就朝我扑来，大宝饕餮张着那张仿佛能吞下一切的深渊巨口，
三宝桃物浑身骨刺倒数，连瞎眼的四宝混沌都变成了一团狂躁的灰色风暴。他们以为我害死了二哥，准备和我拼命。停！我一把将肩上的穷奇放在干草堆上。你们二哥没死，不仅没死，我还给你们带了加餐。我懒得跟这几个应激的小家伙废话，直接在洞口架起了一口大铁锅，意念一动，从空间里调出顶级灵泉水和秘制火锅底料，再将那头暗影狼的肉切成大块扔了进去。没过多久，霸道的浓香混合着浓郁的灵气，瞬间在逼仄的石洞里炸开。原本还龇牙咧嘴准备咬断我喉咙的大宝饕餮瞬间僵住，他那圆滚滚的肚子发出一声震天响的轰鸣，哈喇子滴答滴答流成了河。瞎眼的四宝更是顺着香味一路滚到了锅边。我捞出一块炖得软烂的灵肉，吹凉后塞进濒死的穷奇嘴里。穷奇本想硬气的吐掉，可那肉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暖流，瞬间修复着他受损的经脉。他身体诚实的咽了下去，甚至还眼巴巴的舔了舔嘴唇。看着这几个被炖火锅轻易拿捏的绝世大宝贝，我差点笑出声。看着四个崽子狼吞虎咽的吃着火锅，连锅底的红油都恨不得舔干净，我心里的酸楚就像藤蔓一样疯狂滋长。借着火光，我第一次真切地看清了他们身上的伤。庞大的记忆再次翻阅，原主那些令人发指的恶毒行径，如同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割着我的神经。因为痛恨那个强行占有他又消失的魔尊，原主把所有的怨毒都发泄在了这四个无辜的幼崽身上。大宝饕餮，堂堂吞噬万物的凶兽，硬生生被原主饿到去啃食死地边缘的毒草。他那圆滚滚的肚子根本不是胖，而是长期吞食毒素导致的严重腹水。三宝桃物，天生神力，桀骜不驯。原主为了驯服他，竟联合部落里的雄性，用烧红的铁钳硬生生拔断了他刚长出的獠牙。他浑身布满交错的鞭痕，新伤叠着旧伤，没有一块好肉。四宝混沌最惨，他本就没有五官，全靠精神力感知世界。原主嫌他是个连路都看不见的废物，竟恶毒地将含有剧毒的腐骨草汁液滴进他退化的眼窝里，彻底毁了他的感知根基。至于二宝穷奇，我看向躺在干草堆上，背后肉质残破不堪的小血人，原主不仅经常拿他当肉饵，甚至还往他的断骨处撒盐石粉取乐。一群混血的杂种怪物，你们怎么还不去死啊？原主那尖酸刻薄的咒骂声仿佛还在山洞里回荡，看着他们哪怕吃着肉，身体依然本能地保持着防御姿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浑身紧绷。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眼底翻涌的杀意。原主造的孽，老娘来还。吃饱了吗？我放柔了声音，尽量不让自己显得有攻击性。四个崽子齐刷刷地停下动作，警惕地看着我。大宝饕餮甚至把吃剩下的半块骨头藏到了身后，生怕我反悔抢走。别怕，我不抢你们的。我轻叹一声，走到他们面前蹲下，意念微动，我手腕内蓝色星空印记瞬间滚烫，星际万界超市开启。在四个崽子震惊且迷茫的目光中，我从医疗专区取出了一套顶级的星际细胞重塑修复舱、几大罐高级基因修复液以及清创喷雾。可能会有点疼，但阿娘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疼了。我掌心泛起柔和的银绿色光芒，那是满级的木系治愈异能。我将异能与基因修复液融合，轻轻覆盖在三宝桃物那血肉模糊的牙床上。桃物浑身一颤，本能的想要咬我，但感受到那股如同春风般温暖，正在疯狂修复他断牙的清凉力量时，才硬生生停住了动作。紧接着，我用异能引导修复液，一点点化解了大宝饕餮肚子里的毒水，又用清创喷雾小心翼翼地清洗了四宝混沌眼窝里的毒素。最后，我将重伤的穷奇抱进怀里，用木系异能为他重新接驳断裂的翅膀骨骼。柔和的绿光照亮了昏暗的石洞，这种不带任何恶意，纯粹为了保护他们的温暖，是这四个上古凶兽幼崽自出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奢望。穷奇靠在我的怀里，死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倒映出了我的影子，他那双沾满血污的小手试探性的轻轻地抓住了我的衣角，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再也不肯松开。就在这时，石洞外突然传来一阵极其嚣张的踹门声和尖酸刻薄的咒骂，打破了这难得的温馨。爷，你这个贱人，给我滚出来！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本就破败的木门被一脚踹飞，苍岩部落首领的女儿飞跃带着几个膀大腰圆的雄性兽人，气焰嚣张地闯了进来。她捂着鼻子，眼神却贪婪地盯着那口咕嘟冒泡的大铁锅。好啊，部落里连过冬的粮食都没了，你这个废柴居然敢偷部落的祭祀肉，躲在这里吃独食！飞跃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横飞。我冷笑一声，连眼皮都没抬。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肉了？这是老娘自己打的暗影狼。就凭你一个连图腾都无法觉醒的废物！飞跃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随后目光嫌恶地扫过我身后的四只崽崽。我看是你用这四个被兽神诅咒的怪物灾星去换的肉吧？这种恶心的杂种，早就该扔进万兽坑烧死！怪物、灾星、烧死，这几个字眼像淬了毒的刀，狠狠扎在崽崽们的心上。刚才还因为吃饱饭而放松下来的四只凶兽，瞬间瑟缩在一起。重伤的穷奇更是双眼通红，拖着残破的翅膀，摇摇晃晃地挡在兄弟们面前，喉咙里发出绝望的低吼。他们习惯了被辱骂，习惯了被抛弃，以为我也会像以前一样，为了讨好部落而把他们交出去。看着崽崽们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我心里的邪火腾的一下烧到了头顶。你刚才叫他们什么？我缓缓站起身，
手里把玩着那把滴血的高碳钢剁骨刀，眼神冷得像看一个死人。叫他们怪物怎么了？只要我阿父一句话，立刻把你们一家赶出部落。他话音未落，我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直接把他抽飞出去3米远，重重砸在石壁上，吐出2颗带血的牙齿。飞跃！几个雄性兽人见状，怒吼着朝我扑来。我冷嗤一声，身形如电，抬腿一记漂亮的连环侧踢，只听咔嚓几声脆响，几个200多斤的壮汉瞬间倒地哀嚎，连我一片衣角都没碰到。我一脚踩在飞跃那张引以为傲的脸上，刀锋贴着他的大动脉，声音响彻整个夜空。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他们不是怪物，是老娘的心头肉。从今天起，谁敢动他们一根汗毛，骂他们一句，我让他全族陪葬。滚！飞跃吓得尿了裤子，带着狗腿子连滚带爬的逃进了黑夜。石洞内死一般寂静，我回过头却发现4只桀骜不驯的绝世凶兽正呆呆地看着我，他们眼底的坚冰与防备在这一刻碎了一地。我正准备去揉揉他们毛茸茸的脑袋，却没发现石洞外浓重的夜色中，一双属于万兽魔尊的暗金色兽瞳正饶有兴致地盯着我。飞跃那群人滚远后，我转身关上那扇摇摇欲坠的破木门，隔绝了外界的寒风。回过头，4个浑身脏兮兮、血乎乎的小家伙还僵在原地，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看什么看？吃饱了就排队洗澡。我意念一动，从空间里兑换出4大桶温热的极品灵泉水，外加几个毛茸茸的恒温睡袋。在末世，我可是出了名的洁癖，这几个绝世大宝贝脏的都快包浆了，必须洗刷干净。大宝饕餮刚才吃的最欢，饿了以后还能吃到肉。第一个乖乖跳进木桶里任我揉搓，二宝穷奇却傲娇的梗着脖子，死活不肯下水。我二话不说，再次捏住他命运的后颈皮，扑通一声扔进了水里。穷奇刚想发怒，却突然愣住了。温热的灵泉水不仅洗去了他们身上的污垢，更化作一丝丝纯净的灵力，顺着毛孔钻进他们千疮百孔的身体。奇迹在他们身上同时发生，瞎眼的4宝混沌眼窝里流出黑色的毒血，一只混沌的感知竟然清晰了起来。3宝桃物被硬生生拔断了獠牙牙床，开始发痒发热，而穷奇背后那对残破的肉翅更是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金光，血髓伐骨。崽崽们震惊地看着彼此的变化，再看向我时，眼底那层厚厚的坚冰终于发出了碎裂的声响。夜深了，我把洗得香喷喷、软乎乎的4个小团子塞进恒温睡袋里，正准备合眼，角落里却突然传来一声压抑到极致的痛苦闷哼。我猛地翻身坐起，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2宝穷奇正痛苦地蜷缩在睡袋里，浑身冷汗直冒，把嘴唇都咬出了血。是灵泉水在重塑他那只被撕裂的肉翅，这种骨血重生的剧痛绝不是一个幼崽能承受的。别怕，我在这儿。我快步走过去，将他紧紧抱进怀里。他疼得浑身痉挛，本能的想要挣脱，我却不顾他尖锐的指甲划破我的手臂，掌心贴住他的后背，将我满级的木系治愈异能毫无保留地输送进去。柔和的绿色光芒在黑暗中亮起，像春风般抚平了他狂躁的痛楚。我整夜未眠，就这样抱着他，一遍遍用异能梳理他杂乱的经脉，直到他背后的肉翅重新长出暗金色的绒毛，呼吸渐渐平稳。天快亮时，穷奇缓缓睁开了眼，他看着我眼底的红血丝，又看了看我手臂上被他抓出的血痕，那双总是充满暴力和防备的死灰色眼眸里第一次蓄满了泪水。他用那只带血的小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声音沙哑的像是在砂纸上磨过，却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颤抖。阿娘，你真的不会再丢下我们了吗？这一声阿娘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让我眼眶一酸。绝不！我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声音坚定。谁敢动你们，阿娘就杀谁。母子连心，这一刻这4个未来毁天灭地的上古凶兽彻底成了我离阴的命根子。但我不知道的是，石洞外正有一场巨大的风暴在悄然酝酿。浓重的夜色中，一条水桶粗的黑蛇隐匿在参天巨树的阴影里，暗金色的树瞳冷冷地注视着洞内发生的一切。那是万兽魔尊渊绝的化身，他原本只是路过这片低级部落，却意外感知到了自己遗失多年的血脉气息。可让他更感兴趣的是那个抱着他崽崽的瘦弱雌性，那绿色的治愈光芒，还有凭空变出食物的手段，根本不属于这个荒蛮的兽世。有趣，又凶又护短，还藏着这么多秘密。黑蛇吐了吐信子，深邃的眼底掠过一抹玩味的暗芒，随后化作一团黑雾，消散在晨曦中。次日清晨，我刚给崽崽们热好昨晚剩下的肉汤，石洞外就传来一阵刺耳的铜锣声。部落管事的雄性站在几十米外，大声宣布：族长有令，黎阴一家得罪了飞跃小姐，从今天起扣除所有过冬的粮食配给，直到你们饿死，或者把那4个怪物交出来谢罪。此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族人们纷纷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在即将到来的凛冬，断了粮食就等于宣判了死刑。大宝饕餮气得直磨牙，2宝穷奇更是猛地站起身，背后的肉翅隐隐张开，杀气腾腾。坐下，喝汤。我按住他们，连看都没看外面那群跳梁小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断我的粮！我转头看向迷雾死地的方向，那里毒瘴弥漫，是全族人谈之色变的禁区。
但在我这个满级御兽师兼神厨眼里，那可是满地极品食材的星级自助餐厅。崽崽们吃饱喝足，阿娘带你们去进货。我拿起那把高碳钢剁骨刀，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苍岩部落的人看着我和4个崽崽大摇大摆地走向迷雾死地，眼神像看5个死人。李印那个疯婆子为了口吃的，竟然带着崽崽去送死。死地里全是剧毒的黑草和狂暴野兽，他们活不过今晚。听着身后的嘲讽，我冷笑一声，牵着崽崽们一头扎进了浓雾。所谓的剧毒黑草，在我眼里简直是遍地黄金。刚走没几步，我就激动地蹲下身。这一大片长满黑刺、散发着辛辣气味的灌木，不正是变异版的极品大红袍花椒吗？旁边那几株看似枯萎的藤蔓，挂满了红彤彤的朝天椒，还有野生的孜然、八角。这哪里是死地，这分明是老娘的天然调料库。大宝，别愣着，给我敞开了吃。我大手一挥，大宝饕餮虽然不懂这些草有什么用，但出于对我的盲目信任，张开深渊巨口就是一顿猛吸。那些在族人眼里沾之即死的毒瘴和荆棘，被他像吃面条一样吞进肚子里，甚至还打了个饱嗝。阿娘，前面有肉味！饕餮突然眼睛一亮，口水流了一地，指着死地深处，那是他的种族天赋，顶级食材雷达。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头足有卡车那么大的狂暴刺猪正在泥潭里打滚，这可是上等的五花肉啊！就在我磨刀霍霍准备动手时，不远处的树林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冤家路窄，竟然是飞跃带着部落的第一勇士烈风，还有一对负责采集的雌性，他们个个灰头土脸，背篓里装着几块干瘪发苦的劣质红薯，显然收获惨淡。看到我和崽崽们毫发无损地站在这里，飞跃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李嫣，你这个废物怎么还没死？飞跃尖叫一声，随即换上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揽住身边烈风的手臂。烈风哥哥，你看他多不要脸，知道我们要来这边采集，故意带着几个拖油瓶来碰瓷儿，想让我们分他点吃的吧？烈风皱着眉，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冷冷道：李英，此地危险，不是你胡闹的地方，赶紧带着你的崽崽滚回去，别指望我会为了你违反族规。我差点被这对普信男女气笑了。分你们吃的。我瞥了一眼他们背篓里那几块连猪都不吃的苦红薯，嫌弃的撇撇嘴，就这破烂玩意儿，喂我的猪我都嫌寒碜。你飞跃气的脸都歪了，死鸭子嘴硬，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找到什么好东西。好啊，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不再理会他们，反手掏出那把寒光闪闪的剁骨刀，对准那头狂暴刺猪，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好，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头皮糙肉厚的狂暴刺猪甚至没来及反抗，就被我一刀精准地切断了中枢神经，轰然倒地。行云流水的解剖、改刀、腌制，我直接在原地架起篝火，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大块，撒上刚才采集的变异花椒粉、辣椒面和孜然，再刷上一层秘制蜂蜜，滋啦！金黄色的油脂滴落在炭火上，瞬间爆发出令人灵魂颤抖的焦香。那是一种混合了麻、辣、鲜、香的极致霸道气味，在这个只有水煮肉和生啃的原始兽世，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原本还在嘲笑我的采集队瞬间安静了，所有人的喉咙都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烤肉，眼珠子都快掉进火堆里了。就连刚才还一脸清高的烈风，此刻也被这股香味勾得魂不守舍，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好香，这是什么味道？飞跃咽了口口水，极度的面容扭曲。我无视他们贪婪的目光，将第一串烤得外焦里嫩的肉递给早就等不及的大宝。吃吧，那是咱们的战利品。大宝嗷呜一口吞下，幸福的直眯眼。二宝穷奇和三宝桃物也一人抱着一大块啃得满嘴流油。李英，烈风终于忍不住了，厚着脸皮走上前，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分我们一点，我可以保你们母子平安离开死地。我抬起头，看着这个原主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冷冷吐出一个字：滚。烈风被我那一个滚字噎得脸色铁青，飞跃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大骂不识好歹。既然你想死，那就别怪我没提醒你。飞跃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招呼采集队，我们走，去那边那片林子，那里肯定有好东西。我瞥了一眼那个方向，那是迷雾死地的深处，也是毒瘴最浓烈的地方。找死！我冷笑一声，低头继续给我的大宝贝们刷蜂蜜烤肉。果然不到10分钟，那边就传来了惊恐的尖叫声。啊，我的手好痛，救命啊！烈风大人，好多人吐血了，我还没来得及把最后一块烤肉塞进嘴里，飞跃和烈风就狼狈不堪地拖着几个口吐黑血的雌性跑了回来。其中一个叫桑榆的小雌性最为严重，整张脸都变成了乌紫色，呼吸微弱的像游丝，眼看就要断气了。怎么回事？我皱了皱眉。烈风还没开口，飞跃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指着桑榆大喊：是毒！这林子里有毒，肯定是离因这个扫把星带来的霉运，害得大家都中毒了。我翻了个白眼，这锅甩的还能再硬点吗？就在这时，一阵阴森的拐杖主的声响起，苍岩部落那个老得像树皮一样的巫毒祭司带着一群族人急匆匆地赶到了。他看了一眼地上半死不活的桑榆，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被阴毒取代。巫毒祭司装模作样的围着桑榆跳了几下大神，撒了一把不知名的草木灰，结果桑榆吐出的血更黑了，显然他治不好。为了掩饰无能，巫毒祭司猛地转身，枯瘦的手指直直指向我身后的4个崽崽，声音尖锐刺耳：
天罚，这是兽神降下的天罚。这4个不祥的怪物早就该死了，是他们身上的灾厄之气引动了死地的毒瘴，触怒了兽神。如果不把他们烧死祭天，整个部落都要遭殃。此话一出，原本就恐惧的族人们瞬间炸了锅，烧死他们，烧死怪物！就是因为这几个杂种，我们才会这么倒霉。愤怒的人群举着火把和石块一步步逼近，大宝饕餮吓得连烤肉都掉了。2宝穷奇和3宝桃物浑身的毛发瞬间炸起，眼底那刚刚被我捂热的一点温情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恨意和暴力的红光。他们以为这次我也护不住他们了，毕竟那是代表兽神旨意的祭司啊！看着崽崽们即将失控暴走，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烧穿了天灵盖。去你大爷的天罚！我一把将4个准备拼命的崽崽按进怀里，反手一鞭子狠狠抽在巫毒祭司那根装神弄鬼的拐杖上，哈！拐杖应声断成2截，巫毒祭司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敢亵渎祭司？亵渎个屁！我一脚踩碎那根拐杖，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老神棍，自己医术不精，治不好人，就往几个孩子身上泼脏水。你这把年纪活到狗肚子里去了！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李依依，你疯了！烈风怒吼。桑榆那是中了死地的剧毒，连祭司大人都束手无策，你竟然敢！谁说没救？我冷冷打断他，目光环视全场，最后定格在巫毒祭司那张扭曲的老脸上，一字一顿，掷地有声。这种小毒我能解。巫毒祭司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阴恻恻地笑了起来，好大的口气！要是治不好呢？治不好，我的命给你，随你处置。我眼神凌厉如刀，但如果我治好了，我指着那4个瑟瑟发抖的崽崽，声音响彻死地，你就给我跪下，向我的崽崽们磕头认错，大喊3声我是庸医。好，我跟你赌。巫毒祭司眼底闪过一丝恶毒的快意，在他看来，桑榆已经是个死人了，我这是在自寻死路。全场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我没理会那些冷嘲热讽，径直走到昏迷的桑榆身边，他已经开始抽搐，黑色的血液顺着嘴角溢出，这是毒素攻心的征兆。李依，你别装模作样了，赶紧受死吧！飞跃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叫嚣。我冷哼一声，意念微动，手腕上的星空印记滚烫，在星际万界超市的医疗区，我瞬间提取了一支万能解毒血清和一套无菌注射器。在外人看来，我只是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亮晶晶的、从未见过的奇怪骨刺。我精准地扎进桑榆的静脉，将血清缓缓推入，同时我掌心贴住他的胸口，满级的木系治愈异能如潮水般涌入，疯狂捕捉并净化那些暴力的毒素。1分钟、2分钟，原本屋子的脸色竟然奇迹般的开始转红，桑榆急促的呼吸渐渐平稳，最后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腥臭的黑血，缓缓睁开了眼睛。我这是在哪？桑榆虚弱的声音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巫毒祭司的脸上。活了，真的就活了！周围的族人发出一阵惊呼，看向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惊恐和敬畏。我缓缓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冷冷地看向僵在原地、脸色惨白的巫毒祭司。老巫婆，愿赌服输，跪下磕头。巫毒祭司浑身颤抖，那张老脸像调色盘一样精彩。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我的4个崽崽砰砰磕头。我是庸医，对不起，是我老眼昏花。大宝和2宝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从未想过，那个高高在上的祭司竟然会给他们这些灾星下跪认错。然而还没等我享受这片刻的爽感，脚下的大地突然剧烈颤抖起来，轰隆隆，远处的迷雾死地深处传来了万马奔腾般的巨响。紧接着，无数双血红色的眼睛在浓雾中亮起。不好了，是兽潮，魔化兽冲出来了！不知道是谁凄厉地喊了一声。原本还在看戏的族人们瞬间乱成一锅粥，成百上千头失去理智的魔化犀牛、剑齿虎咆哮着冲出禁区，所过之处树木崩碎，惨叫连天。快跑，回部落防守！族长吓得魂飞魄散，拉着飞跃拔腿就跑。所谓的部落第一勇士烈风，在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兽潮时，也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带着卫队且战且退，根本顾不上那些落在后面的老弱病残。阿娘，4只崽崽紧紧靠在我身边，虽然害怕，但这一次他们没有逃。我看着那潮水般涌来的魔兽，眼底燃起一抹疯狂的战意。跑！老娘的字典里中没这个字。我反手抽出剁骨刀，正要冲上去，却发现身后的4个小家伙气息变了，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属于上古凶兽的血脉本能，在极度的危机和血腥味刺激下，终于彻底爆发了。既然他们想看怪物，那就让他们看个够。我摸了摸穷奇那对已经长满暗金羽毛的肉翅，轻声在他耳边呢喃：去把我的大宝贝们撕碎他们，让这群蠢货知道谁才是这片荒野的主人。一声足以震碎苍穹的咆哮从大宝饕餮嘴里发出，在全族人惊恐的注视下，原本瘦弱的大宝身体瞬间膨胀，一张深渊巨口仿佛黑洞一般，一口就将冲在最前面的10几头魔化犀牛吞噬殆尽，连骨头都没剩下。2宝穷奇展开暗金双翼，化作一道残影冲入云霄，每一次俯冲都伴随着血雨腥风，将魔化兽的首领直接撕成碎片。3宝桃物如同一座不可撼动的铁塔，每一拳砸下，大地都崩裂出巨大的鸿沟，
瞎眼的四宝混沌则化作一团诡异的灰色风暴，所到之处，魔兽瞬间化为齑粉，全场死寂。那些跑在前面的族人们停下了脚步，一个个像石化了一样，呆呆地看着这4个灾星幼崽。这哪里是怪物，这简直是杀神降世！烈风手里的长矛掉在了地上，飞跃更是吓得瘫坐在泥水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在这修罗场般的震撼中，我气定神闲地收起刀，走到那4个正大杀四方的崽崽身后，冷冷地扫视全场。现在还有谁想烧死我的崽？满地都是魔化兽的残骸，浓重的血腥味令人作呕。兽潮退去了，大宝饕餮打了个饱嗝，2宝穷奇收起沾满鲜血的暗金双翼，3宝桃物和4宝混沌也乖乖地退回我身边。他们身上散发着令人胆寒的煞气，但在看向我时，眼神却像极了求表扬的小狗。干得漂亮，我的大宝贝们！我毫不吝啬地揉了揉他们毛茸茸的脑袋，完全无视了周围那群吓得瑟瑟发抖的族人。就在这时，一阵虚伪的笑声打破了死寂。刚才还抱头鼠窜的族长，此刻竟然舔着脸凑了上来，两眼放光地盯着我的4个崽崽。离音啊，你瞒得我们好苦！原来这4个孩子不是灾星，是兽神赐予我们苍岩部落的守护神啊！飞跃也从泥水里爬起来，嫉妒的眼睛发红，却硬挤出一丝笑容。是啊，离音，你一个连图腾都没觉醒的废柴雌性，怎么可能驾驭得了这么强大的力量？为了部落的安全，你赶紧把他们交出来，让烈风哥哥统一管理和训练。烈风也上前一步，一副施舍的口吻。离音，只要你把他们交出，我不仅可以恢复你的过冬口粮，还可以破例让你做我的伴侣。我差点被这群人的厚颜无耻给恶心吐了。交出来，统一管理，做你的伴侣！我怒极反笑，手里那把滴血的高碳钢剁骨刀猛地往地上一插。你们是瞎了还是脑子进水了？我冷冷地环视着这群自私自利的嘴脸，声音如寒冰般刺骨。他们快饿死的时候，你们扣了口粮；他们被骂灾星的时候，你们要放火烧死他们。现在看到他们能打，就想拿几句恶心的话来抢我的崽。李音，你怎么跟族长说话的？这是为了部落的荣誉！烈风怒喝：去你大爷的荣誉！我拔出骨刀，转身大步走到苍岩部落那根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图腾石柱前，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我调动全身的异能，手起刀落，轰隆！坚硬无比的图腾石柱竟被我一刀劈成2半，轰然倒塌。从今天起，我和我的崽崽们与苍岩部落恩断义绝，谁敢再多说一句废话，这根柱子就是他的下场。我手起刀，牵起4个昂首挺胸的崽崽，在全族人懊悔、恐惧的目光中，大步走向更广阔的荒野。这破烂部落，老娘早就不想待了。我要带着绝世神兽去见自己的城。然而就在我转身的瞬间，背后突然传来一阵阴冷的破空声，是被我逼着磕头、颜面扫地的巫毒祭司。他趁我不备，用尽最后的力气，将一支淬了见血封喉的剧毒的古剑狠狠射向了瞎眼的4宝混沌。去死吧，怪物！老巫婆发出凄厉的尖笑。4宝，我目眦欲裂，距离太近，毒剑已经逼近了4宝的后心，我甚至来不及扑过去挡。就在那支毒剑距离4宝仅剩半寸的千钧一发之际，天地突然变色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黑云笼罩。一股恐怖到让人灵魂战栗的威压，如同10万大山般轰然砸下。咔嚓，那只淬毒的古剑竟在半空中硬生生停住，随后化为一团齑粉。在场的所有兽人，包括族长和烈风，全都在这股绝对的威压下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伏在地，连头都抬不起来。就连我那4个桀骜不驯的凶兽崽崽，也本能地感受到了血脉深处的战栗，喉咙里发出呜咽声，虚空被撕裂。一个身披黑色大氅的男人，踏着漫天黑岩，缓缓走了出来。他身形高大挺拔，五官深邃如神奇，那一双暗金色的树瞳里透着睥睨众生的冷漠与暴力。他连看都没看跪在地上的巫毒祭司一眼，只是修长的手指微微一抬。啊！巫毒祭司连求饶都没来得及喊出口，整个人瞬间被一团黑色的魔火吞噬，连渣都不剩。全场死寂，只有风吹过灰烬的声音。男人无视了满地的蝼蚁，径直走到我面前。他低头看着我，那股毁天灭地的压迫感让我浑身紧绷，握着刀的手心全是冷汗。然而他却没有动手，而是微微俯下身，微凉的指尖轻轻挑起我的下巴。他看着我护在身后的4个崽崽，嘴角勾起一抹邪肆而玩味的笑意，低沉的嗓音犹如大提琴般在我的耳边炸响，又凶又护短，还藏着这么多秘密。女人，本尊的崽崽，你养得不错。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颈窝，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现在连本尊一起养了吧？养你！我看着眼前这个气场恐怖，仿佛挥手间就能灭世的男人，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上一秒还在杀人如麻，下一秒就要我养，这画风转变的是不是太快了点？抱歉，我只养崽，不养闲人。我后退半步，警惕地握紧了手里的剁骨刀。虽然直觉告诉我这男人强得离谱，我根本打不过，但气势上绝不能输。渊觉挑了挑眉，那双暗金色的树瞳里闪过一丝玩味。他瞥了一眼我身后瑟瑟发抖，明明害怕却还想冲上来护着我的4个崽崽，眼底的笑意更深了。本尊吃的很少，还能打？他漫不经心地理了理袖口，
语气慵懒的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而且你的这4个小崽崽血脉暴动，只有我能压制，你确定不需要我？这句话像一颗炸雷，精准的击中了我的软肋。我猛地回头，果然看到刚才杀红了眼的2宝琼奇和3宝桃物。此刻虽然安静下来，但眼底的赤红并未完全褪去，身体还在微微颤抖。这是凶兽血脉觉醒后的副作用。该死，被拿捏了。行，我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收起刀。想跟着我是吧？那就别后悔，以后脏活累活全是你的。渊觉勾了勾唇角，那张妖孽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得逞的笑意。成交，既然决定了要走，那就走得干脆利落。我无视了身后苍岩部落族人那既恐惧又悔恨的目光，甚至连那个被劈成2半的图腾石柱都没多看一眼。那种充满了偏见和恶意的垃圾堆，多待1秒我都嫌脏。走，阿娘带你们去建新家。我大手一挥，牵着4个崽崽，身后跟着一个令全森林魔兽都闻风丧胆的大尾巴渊绝，浩浩荡荡地向着迷雾死地的最深处进发。那里是所有兽人的禁区，据说连飞鸟都无法逾越，但在我眼里，那里有最肥沃的黑土地，有取之不尽的变异矿石，还有无数未被发现的极品食材，那是属于我的王霸之地。一路上原本危机四伏的死地，因为有渊绝这个人形自走大杀器在，安静的像个后花园。那些平日里凶残的魔化兽，甚至连头都不敢露，生怕触了这位魔尊的眉头。走了大概2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一处四面环山，中间有一条清澈大河的山谷，就是这儿了。我眼睛一亮，这里地势平坦，背靠险峰，易守难攻。河水清澈见底，岸边还长满了野生的变异水稻和紫薯。今晚就在这扎营。我兴奋地放下背篓，准备大干一场。一直默默跟在后面的渊绝看着这一片荒芜的乱石滩，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皱。就在这，陆天睡，他堂堂万兽魔尊，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我神秘一笑，打了个响指，陆天，你也太小看我了。意念一动，手腕上的星空印记光芒大盛，星际万界超市户外露营专区开启。在渊绝和4只崽崽震惊到呆滞的目光中，我像变魔术一样，凭空掏出了一顶全自动充气式双层大帐篷，2张折叠野餐桌，5把舒适的靠背椅，甚至还有一套太阳能发电的户外照明灯。这是什么法器？大宝饕餮张大了嘴巴，口水都流下来了。2宝琼奇更是好奇地围着帐篷转了好几圈，小心翼翼地用翅膀戳了戳那柔软的防雨布。这是咱们的新家，暂时的。我熟练地搭好帐篷，挂上照明灯，原本漆黑阴森的山谷瞬间被柔和温暖的灯光照亮。渊绝站在一旁，那双原本漫不经心的树瞳此刻微微眯起，紧紧盯着我忙碌的身影。他活了上千年，见过无数奇珍异宝，却从未见过这种既没有灵力波动，却又如此精巧实用的东西。这个女人身上的秘密比她想象的还要多。别傻站着了，大魔王！我扔给她一把工兵铲，指了指河边的乱石堆，去把那块地给我平了，我要起锅做饭。渊绝看着手里那个奇形怪状的铁铲子，又看了看颐指气使的我，气笑了。这世上敢使唤他干活的人，坟头草都几丈高了。但看着4个崽崽期待的眼神和那个女人在灯光下忙碌的侧脸，爸，堂堂魔尊大人挽起袖子认命地开始铲土，而我则从空间里掏出了一口更大的鸳鸯锅，还有整整10斤刚刚切好的极品五花肉，2只处理好的变异灵鸡，以及一大把红彤彤的魔鬼辣椒。今晚咱们吃顿好的，庆祝乔迁之喜。夜幕降临，山谷里灯火通明。那口巨大的鸳鸯锅里，一边是奶白色的滋补骨汤，一边是红油翻滚飘满魔鬼辣椒的麻辣牛油锅底，咕嘟咕嘟，霸道的香气混合着辛辣味，直冲天灵盖。4个崽崽早就等不及了。大宝饕餮抱着比他还大的碗，眼巴巴地看着我下肉。渊绝虽然还在摆谱，但他那双暗金色的树瞳却时不时地往锅里瞟。尝尝，我夹起一块裹满红油的极品肥牛，故意在他面前晃了晃，这可是能让你灵魂升华的味道。渊绝冷哼一声，一脸嫌弃，本尊早已辟谷，这种凡俗之物。话还没说完，那块肉已经被我眼疾手快地塞进了他嘴里。下一秒，这位不可一世的魔尊大人整个人都僵住了，鲜嫩的牛肉在舌尖爆开，紧接着是一股从未体验过的如火焰般灼烧的痛快感，那种直冲脑门的辛辣让他那张万年冰山脸瞬间红透了耳根，额头上甚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水！渊绝猛地灌了一大口灵泉水，那种又痛又爽的感觉却让他欲罢不能。怎么样，服不服？我笑眯眯地看着他，渊绝擦了擦嘴角的红油，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最后别扭地把碗递了过来，给我来一碗。看着堂堂魔尊被一顿火锅彻底征服，4个崽崽都看傻了眼。原本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便宜爹还有些畏惧，此刻却觉得他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这一晚山谷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欢声笑语和咀嚼声。吃饱喝足，该干正事了。看着那顶虽然豪华但毕竟简陋的帐篷，我摇了摇头。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兽世，想要真正立足，必须要有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娘，我们今晚睡这吗？2宝琼奇有些担忧地看着周围漆黑的树林。当然不是。我站起身，走到山谷中央那块被渊绝平整好的空地上，意念一动，星际万界超市基建狂魔专区开启。这次我兑换的是一套全自动模块化生态别墅组装包。看好了，崽崽们，这就叫神迹。随着我按下启动键，无数个金属模块凭空出现，仿佛有生命一般自动飞向空中，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咔嚓，
咔嚓，仅仅10分钟，一座2层高、通体由防弹玻璃和超强合金打造的现代化别墅就这么凭空拔地而起，甚至连太阳能发电板、净水系统和防御电网都一应俱全。4个仔仔彻底石化了，就连见多识广的渊觉此刻也震惊得瞳孔微缩，手里的筷子都掉在了地上。这种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能瞬间造出如此精美坚固建筑的手段，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这是神居住的地方吗？瞎眼的四宝混沌感知着那庞大的能量波动，喃喃自语。我拍了拍手上的灰，一脸淡定。不，这是咱们的新家，进去挑房间吧，我的大宝贝们。虽然有了别墅，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第二天清晨，我带着4个精神抖擞的仔仔和一脸没睡醒的魔尊，站在了山谷的高地上。从今天起，这片山谷方圆100里就是我们的领地。我指着脚下的土地，豪情万丈。我们要在这里建城墙，开荒种地，驯养魔兽，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万兽城。建成？渊觉挑了挑眉，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止。我神秘一笑，从空间里掏出了一大袋变异种子和几台微型农业机器人，还有他们。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山谷仿佛按下了快进键。大宝饕餮负责开垦荒地，他那张深渊巨口简直就是天然的挖掘机，一口下去就是一个大坑。2宝穷奇负责空中巡逻，任何敢靠近的魔兽都被他无情驱逐。3宝桃物则是天生的搬运工，几百斤的巨石在他手里像玩一样。至于4宝混沌，他虽然瞎，但对能量极其敏感，负责寻找地下的矿脉和水源。而那位高冷的魔尊大人此时正黑着脸，被我指挥着去河边抓变异灵鱼。李一，本尊是来给你当打手的，不是给你当渔夫的。渊觉咬牙切齿地吼道。少废话，今晚想不想吃麻辣水煮鱼了？想。看着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才是我想过的生活。然而就在我们的第一座城墙刚刚垒起地基时，远处的天边突然飞来一只传信的黑鹰，那是苍岩部落求救的信号。伴随着一声凄厉的鹰啼，一只浑身是血的黑鹰盘旋在山谷上空，将一块染血的兽皮扔在了我的脚边。大宝饕餮本能地张开嘴想把那只鹰吞了，被我一把薅住后颈皮拦了下来。我捡起那块散发着浓重腥臭味的兽皮，上面用炭灰歪歪扭扭地画着苍岩部落的求救信号。原来那天我一刀劈碎了部落图腾，又带走了4只绝世神兽，失去了图腾的庇护和凶兽栖息的震慑。苍岩部落在第2天夜里就遭遇了一群极其残暴的流浪兽人袭击，那群流浪兽人烧杀抢掠，族长重伤，部落死伤惨重，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怎么心软了？渊觉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他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缕黑岩，暗金色的树筒里透着一丝试探。如果我敢说一句要回去救那群废物，他绝对会立刻翻脸。心软？我嗤笑一声，随手将那块血书扔进了旁边的篝火堆里。我离音的字典里对仇人只有斩草除根，没有以德报怨。看着兽皮在火中化为灰烬，我伸了个懒腰，他们死绝了，刚好给我这片山谷当肥料。渊觉眼底的阴郁瞬间消散，嘴角勾起一抹愉悦的弧度。就在这时，3宝桃物突然直立起身子，浑身的骨刺根根倒竖，喉咙里发出警惕的低吼。山谷外的迷雾中传来了一阵凌乱且虚弱的脚步声。阿娘，有人来了，身上有讨厌的味道。瞎眼的4宝混沌躲在我腿后，小声说道。我眯起眼睛，握住了腰间的剁骨刀。几分钟后，几个浑身是血、衣不蔽体的人影跌跌撞撞地从迷雾中滚了出来。为首的那个正是苍岩部落的第一勇士烈风，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上布满了深可见骨的爪痕。为了穿过死地外围来找我们，他显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他的想象中，我和4个仔仔此刻肯定已经被死地的毒瘴毒死，或者被魔兽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他甚至做好了只带回4只凶兽尸体的准备。然而当他抬起头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僵在了原地。没有尸骨，没有毒瘴，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达2层，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防弹玻璃别墅。别墅前大片平整的土地上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旁边清澈的河水里，几台奇怪的金属机器正在自动捕鱼。而他以为必死无疑的4个怪物，此刻正满嘴流油的啃着比他们脸还大的变异烤鸡腿。更让他嫉妒到发狂的是，那个曾经被他视为草芥、倒贴他都不要的废柴雌性离音，此刻正慵懒地躺在一张奇怪的软椅上。而一个气场恐怖、俊美如神奇的黑衣男人正耐心地剥开一颗极品灵果喂到他的嘴边。这怎么可能？烈风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轰然崩塌。李音，你们竟然过得这么好！烈风的声音都在发抖，极度让他的面容极度扭曲。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滚带爬地冲到我面前，试图抓住我的裙角，却被渊觉一个冰冷的眼神定在了原地，浑身如坠冰窟。李音，求求你救救部落！烈风痛哭流涕，流浪兽人攻破了寨子，飞跃被他们抓走当繁衍工具了，族长也快死了。只要你带着这4位守护神回去，把那些流浪兽人赶走，部落首领的位置就是你的。他顿了顿，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自以为是的深情。而且只要你肯回去，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我愿意立刻抛弃飞跃，和你结为伴侣。我差点把刚吃进去的灵果吐出来。既往不咎，和我结为伴侣。我猛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普信男，像看一坨垃圾。还没等我开口，渊觉已经动了，他甚至没有抬手，
只是一股无形的恐怖巨力猛地撞在烈风的胸口，噗！烈风狂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10几米远，重重砸在界碑的石头上，胸骨尽碎。本尊的女人，你也配肖像？渊绝的声音宛如来自九幽地狱，杀意凛然。我走上前，冷冷地看着像死狗一样的烈风，听清楚了，苍岩部落的死活关我屁事，带着你的深情滚出我的领地。烈风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彻底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庇护，只能在手下的搀扶下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迷雾中。我转头看向渊绝，却发现他盯着烈风离开的方向，暗金色的树丛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舔了舔嘴唇，流浪兽人，几百个强壮的雄性。我愣了一下，随即眼睛猛地一亮，怎么，大魔王，你觉得咱们建城墙是不是正缺一批免费的苦力？我和渊绝对视一眼，瞬间默契拉满，几百个身强力壮、无牵无挂，还不用付工钱的流浪兽人。我摸着下巴，嘴角的笑容逐渐变态，这不是老天爷送上门的极品击剑大队吗？渊绝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暗金色的树丛里满是算计。不仅如此，流浪兽人常年劫掠，手里肯定有不少好东西，这波黑吃黑，稳赚不赔。崽崽们集合！我猛地一拍桌子，豪气干云的大吼一声，正在啃骨头的饕餮、打盹的穷奇、磨牙的桃物和滚来滚去的混沌瞬间精神抖擞，齐刷刷地站成一排。阿娘，我们要去打架吗？二宝穷奇兴奋地张开暗金色的肉翅，眼底闪烁着好战的红光。不，我们去招工。我意念一动，从空间里掏出几把改良版的重型连弩，以及几大孔特制的高强度金刚锁链，哐当一声扔在地上。走，跟阿娘去抄了那群流浪兽人的老巢，把咱们建成的砖瓦工全绑回来。半小时后，一支由满级御兽师、万兽魔尊和上古4大凶兽组成的史上最强刀工头团队，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苍岩部落。而在我们身后，那座刚刚拔地而起的防弹玻璃别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等待着他的第一批免费苦力。此时的苍岩部落早已化作一片人间炼狱，火光冲天，残垣断壁间充斥着绝望的哭喊。数百名凶神恶煞的流浪兽人正肆无忌惮地瓜分着部落的过冬物资。广场中央，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飞跃，此刻正衣衫褴褛地被一个刀疤脸的流浪兽人首领踩在脚下，哭的嗓子都哑了。啧啧，这苍岩部落的首领之女长得还挺水灵。刀疤脸淫笑着捏住飞跃的下巴，带回去给兄弟们生崽崽。放开我，烈风哥哥会来救我的。他去找离音了，离音有4大神兽，你们死定了。飞跃绝望地尖叫着，试图搬出我的名字来狐假虎威。离音什么狗屁神兽，老子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照睡不误。刀疤脸狂笑着举起大刀，就在他准备撕碎飞跃衣服的瞬间，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音爆，砰！一根足有成年人手臂粗的金刚弩箭，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精准无误地贯穿了刀疤脸那只咸猪手，将他整个人死死钉在了身后的图腾断柱上。啊！我的手！刀疤脸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全场瞬间死寂。我站在一只巨大的变异黑雕背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群惊呆的流浪兽人，手里端着一把重型连弩，嘴角勾起一抹和善的微笑。听说你们很狂啊？什么人敢管我们黑狼寨的闲事？周围的流浪兽人纷纷举起武器，目露凶光。管闲事？不，你们误会了。我从黑雕背上一跃而下，稳稳落在广场中央。渊绝如同一道幽灵般出现在我身侧，而4只早已按捺不住的上古凶兽更是如同4座大山般轰然落地，瞬间将整个广场包围。恐怖的凶兽威压如海啸般席卷开来，刚才还嚣张跋扈的流浪兽人们瞬间双腿发软，扑通扑通跪倒了一大片。李音，你终于来救我们了！飞跃像看到了救世主，连滚带爬的想朝我扑来。我嫌恶的一脚将他踹开，径直走到那个被钉在柱子上的刀疤脸面前。我用刀背拍了拍他的脸，笑眯眯地说：“我看你们骨骼惊奇，很适合去我的领地搬砖。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被我的崽崽们吃掉；第二，带上这副锁链，跟我走。”你做梦！兄弟们，跟他拼！刀疤脸话音未落，渊绝冷哼一声，一团黑炎瞬间钻入刀疤脸的眉心，他连惨叫都没发出，双眼瞬间失去焦距，像个提线木偶般跪在了地上。废话真多，直接种下奴役魔印不就行了？渊绝嫌弃地擦了擦手，打了个响指，数百团黑炎如雨点般落入所有流浪兽人的眉心。眨眼间，一支几百人的免费不知疲倦的不死击剑大军就这么诞生了。我一挥手，大宝和3宝立刻熟练地用金刚锁链将这群壮丁串成一串。而躲在角落里幸存的苍岩部落族人看着我，不仅没救他们，反而把最强壮的劳动力连同物资全部打包带走，一个个毁得肠子都青了，在这片废墟中发出了绝望的哀嚎。浩浩荡荡的数百名流浪兽人像一串蚂蚱一样被金刚锁链拴着，拖进了迷雾死地深处的山谷。当这群刀口舔血的恶徒看到那座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防弹玻璃别墅时，全都像见了鬼一样长大了嘴巴。但更让他们崩溃的是我给他们安排的4大包工头。崽崽们，这群苦力交由你们全权指挥，谁敢偷懒，直接当零食吃了。我惬意地躺在别墅前的遮阳伞下，喝着冰镇灵泉水，大手一挥，吼！4个崽崽兴奋的仰天长啸，
属于上古凶兽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大宝饕餮自告奋勇负责地基爆破，只见他走到一座挡路的小山丘前，深渊巨口猛地张开，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轰的一声，那座几十吨重的小山丘竟被他一口吞进了肚子里，还意犹未尽地打了个饱嗝。三宝桃物则是建材搬运总监，他那原本瘦弱的身体如今像铁塔一般结实，单手举起一块重达万斤的巨型黑岩石，像扔沙包一样精准地砸在城墙的地基上，震得大地都在发抖。至于二宝穷奇，他展开那对威风凛凛的暗金双翼，悬浮在半空中，手里拿着我给他特制的倒刺长鞭，死灰色的眼眸冷冷地扫视着下方。那群原本桀骜不驯的流浪兽人，此刻在这4个火祖宗的监工下，吓得尿了裤子，扛起石头跑得比兔子还快，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基建工程如火如荼进行时，死地深处的迷雾突然剧烈翻滚起来，吼嗷伴随着一声震碎耳膜的狂吼。一头体型堪比重型坦克的变异地猎熊，红着眼睛从毒瘴中冲了出来，直奔正在搬砖的流浪兽人们。完了，是死地的霸主地猎熊，快跑啊！流浪兽人们吓得丢下石头，抱头鼠窜。我躺在躺椅上，连眼皮都没开一下，只是嘴角勾起一抹骄傲的笑意。仔仔们，你们的玩具来了！话音刚落，天空中闪过一道暗金色的闪电，二宝穷奇率先发难，他从高空俯冲而下，双翼如同2把锋利无匹的绝世狂刀，瞬间在半空中交错，扑哧一声。地猎熊坚硬如铁的背部直接被划开2道深可见骨的血槽。嗷！地猎熊吃痛，狂暴地挥舞着巨掌想要反击。就在这时，三宝桃物如同一枚炮弹般从侧面撞了过来，他浑身骨刺爆出，一记重拳狠狠砸在地猎熊的膝盖上，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骨裂声，这头庞然大物轰然跪倒。瞎眼的四宝混沌也没有闲着，他化作一团诡异的灰色气流，直接钻进了地猎熊的七窍，疯狂搅乱他的感知，让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原地乱撞。阿娘，大宝饿了！最后登场的大宝饕餮像个肉球一样弹射起步，他的嘴巴在半空中瞬间张大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一口咬住了地猎熊那颗硕大的头颅，咔嚓，行云流水，一击必杀，全场死寂。那群流浪兽人看着这4个配合的天衣无缝、残暴到极点的小怪物，吓得齐刷刷地跪在地上疯狂磕头。他们终于明白，被抓来当苦力已经是这几个小祖宗最大的仁慈了。看着仔仔们叼着比他们身体还大的熊掌跑回来邀功，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干得漂亮，今晚给你们加餐，红烧熊掌。我挨个在他们沾着血污的额头上亲了一口。穷奇傲娇的别过脸，但那疯狂摇晃的尾巴却出卖了他的好心情。大宝更是开心的在地上打滚。他们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在泥泞中挣扎的怪物，而是这片领地真正的小主宰。就在这母慈子孝的温馨时刻，一具庞大的魔兽尸体突然砰的一声砸在了我的脚边，震起一地灰尘。我抬头一看，渊绝黑着一张俊脸，手里还拎着一条刚刚被他单手扭断脖子的剧毒王蛇。他那双暗金色的树瞳死死盯着我刚才亲过仔仔们的嘴唇，语气酸的能倒牙。一头笨熊而已，本尊一根手指就能碾死10头。我的奖励呢？堂堂万兽魔尊，竟然在跟自己的亲儿子争风吃醋，我差点笑出声，顺手将一颗包好的极品变异葡萄塞进他嘴里。醒醒醒，你最厉害，今晚的熊掌分你一块最大的。渊绝冷哼一声，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但依然霸道地将我揽进怀里，宣誓主权般地瞪了4个仔仔一眼。在我们的欢声笑语和流浪兽人们没日没夜的苦干下，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一道高达20米、通体由坚不可摧的黑岩石和金刚浇筑而成的宏伟城墙，宛如一头黑色的巨龙，彻底将山谷环绕。万兽城的第一道防线成了。就在我站在城墙上，准备宣布新城建立时，一直瞎眼感知周围的4宝混沌突然停了下来。他没有五官的脸转向迷雾死地的外围，声音里带着一丝疑惑：阿娘，有很多长着奇怪旗子，带着好多发光石头的兽人正朝着我们的城墙走过来。商队还是军队？发光石头，奇怪的旗子。我站在刚刚落成的20米高黑岩城墙上，顺着4宝混沌指引的方向望去，迷雾死地的边缘，毒瘴翻滚。很快，一支装备精良、足有数百人的队伍缓缓浮现。他们骑着披有重甲的变异角马，高举着一面绣着银色狼头的旗帜，中间的兽车上还堆满了散发着淡淡荧光的珍贵晶石。阿娘，是天狼王城的商队。二宝穷奇趴在女墙上，死灰色的眼眸微微眯起。流浪的那些年，他见过这种旗帜，那是这片大陆上最强大的3大王城之一，形势极其霸道。果然，当那支商队靠近，看到死地深处竟然凭空打起了一座宏伟如巨龙般的黑色城池时，整个队伍都引发了不小的骚动。带队的刀疤统领骑马上前，仰起头，傲慢地用长矛指着城口。城上的人听着，我们是天狼王城的商队，不管你们是哪个部落的，立刻打开城门，献上你们的过冬物资和雌性，本统领可以考虑让你们归顺王城，否则踏平你们的破墙。听到这嚣张的发言，城墙下那群正在搬砖的流浪兽人苦力们，全都用一种看死人的怜悯目光看着城外的商队。惹谁不好，偏要惹这几个活阎王！我怒极反笑，手里把玩着一把金刚连弩，侧头看向身边的4个仔仔。大宝贝们，有人想抢你们的家，还想抢你们的阿娘，该怎么办？回应我的
是4道震碎云霄的狂暴兽吼，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配踏平我们的家？二宝穷奇冷笑一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从20米高的城墙上一跃而下，放箭射死那个不知死活的小崽崽。刀疤统领见状，轻蔑的下令，漫天箭雨呼啸而来。然而穷奇在半空中猛地展开那对遮天蔽日的暗金双翼，狂暴的飓风平地而起，不仅将所有箭矢原封不动地扇了回去，更将前排的几十个重甲骑兵连人带马掀翻在地，惨叫连连。紧接着三宝桃物如同陨石坠地般轰的一声砸在商队阵前，他浑身骨刺暴涨，单手举起一块1000斤重的滚石，像砸西瓜一样将刀疤统领身边的护卫砸成了一滩肉泥。阿娘说了，打劫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宝饕餮更是兴奋，他像个弹力球一样弹射到半空，深渊巨口猛然张开，在刀疤统领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坐下那头引以为傲的变异角马，竟然连头带脖子被饕餮一口闷进了肚子里。怪物，全是怪物！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天狼王城商队瞬间乱作一团。刀疤统领摔在地上，看着那3个大杀四方犹如魔神降世的幼崽，吓得裤裆一热，直接尿了出来。而在城墙上，瞎眼的4宝混沌乖巧的递给我一颗包好的葡萄。阿娘，哥哥们好帅哦！我吃下葡萄，惬意地靠在渊绝宽阔的胸膛上，看着下面单方面碾压的屠杀，懒洋洋地开了口：崽崽们，留活口！听到我的命令，大宝他们立刻乖巧地收起獠牙，但依然用充满杀气的眼神死死盯着那群瑟瑟发抖的商队。我走到城墙边缘，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个吓破胆的刀疤统领，声音清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听清楚了，这里是万寿城，我的地盘我做主，想从这条路过可以。我指了指他们车上那些发光的晶石和鼓鼓囊囊的盐袋，留下所有的晶石、盐巴和一半的物资当买路财，否则今天你们全都要留下来，给我的护城河当肥料。刀疤统领面如死灰，但在穷奇那滴血的利掌下，他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能咬碎了牙，眼睁睁看着那群流浪兽人苦力欢天喜地的跑出城，将他们珍贵的物资洗劫一空。滚吧，欢迎下次光临！我挥了挥手，看着商队狼狈逃窜的背影，刀疤统领回头望向城墙，眼底闪过一抹极其阴狠的毒光。他发誓，等回到王城，一定要带大军踏平这里。然而我根本不在乎他的报复，我看着堆积如山的珍贵晶石和比黄金还贵的粗盐，眼睛亮得像2颗星星。万寿城商业版图的第1桶金就这么轻松到手了。大魔王，我兴奋地转头看向渊绝，有了这些晶石，我的星际防御大阵就能启动了。渊绝看着我财迷的样子，宠溺地轻笑了一声，刚想伸手揉我的头，却突然脸色一变，猛地将我护在身后。暗金色的树瞳死死盯住了迷雾死地的最深处，能让堂堂万寿魔尊变了脸色的东西，绝不是什么善茬。轰隆隆，大地开始疯狂震颤，比之前那次受潮强烈100倍的地震席卷了整个山谷。迷雾死地最深处那终年不散的黑色毒瘴，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撕裂。紧接着，一声令人灵魂战栗的龙吟吟响彻云霄，咔咔咔，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一头体长超过100米、浑身燃烧着幽绿色鬼火的庞然大物缓缓从地底爬了出来。那是一头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上古凶物深渊古龙。刚才商队留下的浓重血腥味，以及我4个崽崽毫无顾忌释放的上古凶兽气息，彻底惊醒了这位死地真正的沉睡霸主。我的天，那是什么怪物？城墙下那群原本还在清点物资的流浪兽人苦力，此刻已经吓得瘫软在地，屎尿齐流。面对这种级别的远古巨兽，别说他们，就算是3大王城的精锐大军来了，也只有全军覆没的份。阿娘，那个大骨头架子好臭，但感觉能量很强。瞎眼的4宝混沌躲在我怀里，小声嘟囔。大宝饕餮更是夸张，口水已经像瀑布一样流了下来。阿娘，我想吃烤龙骨，吃，就知道吃，这玩意儿硬的能够掉你的牙。我没好气地拍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但眼底却燃烧起前所未有的狂热。深渊古龙啊，这要是拆了，骨头能做顶级城防武器，龙晶能当超级能源。我转头看向渊绝，发现他那双暗金色的树瞳也正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大魔王，敢不敢比一比，谁拿下的龙头多？我挑衅地勾起唇角。渊绝冷笑一声，浑身黑炎暴涨，输了今晚你主动。成交。深渊古龙张开只剩白骨的巨口，一道幽绿色的龙息如同激光般喷射而来，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腐蚀得发出滋滋声。崽崽们，上，给阿娘打掩护！我一声令下，4大凶兽瞬间化作4道流光冲天而起。2宝穷奇双翼如刀，在空中划出无数道暗金色的锋刃，精准地切断了古龙喷射龙息的轨迹。3宝桃物宛如一颗重磅炸弹，重重砸在古龙的尾骨上，硬生生将那条足以扫平山岳的龙尾钉死在地上。阿娘，我来搞乱他的脑子！4宝混沌化作一团灰雾，直接钻进了古龙空洞的眼眶，疯狂干扰他的灵魂之火。大宝饕餮则趁机跳到古龙背上，张开深渊巨口，疯狂吞噬他身上的幽绿鬼火，吃得直打嗝。趁着崽崽们牵制住古龙的瞬间，我一跃跳下城墙，意念疯狂沟通星际万界超市系统，把刚才打劫来的极品晶石全部转化为能源，给我开启基建专区最强防御设施。叮，检测到海量高纯度能源注入，星际级城防系统
天穹离子炮充能完毕，轰！一道刺目的湛蓝色光柱从我刚刚兑换出的炮台中冲天而起，宛如一柄贯穿天地的神剑，精准无误地轰在了深渊古龙的胸腔上。咔嚓！坚不可摧的龙骨在这降维打击的科技武器面前，瞬间碎裂了一大半。该我了！一直未出手的渊绝终于动了，他踏空而行，宛如死神降临，手中凝聚出一柄由极致黑岩化作的100米长刀，对着古龙那颗硕大的头颅一刀斩下。扑哧！龙头滚落，鬼火熄灭，不可一世的深渊古龙就此陨落。战斗结束的干净利落，我毫不客气地将那颗足有磨盘大小、散发着恐怖能量的龙筋挖了出来，一脚踹开正准备偷吃的饕餮。这玩意儿可不能吃，这是咱们万寿城的心脏。我将龙筋高高举起，狠狠嵌进了城墙中央的能量控制枢纽中。嗡！伴随着一声低沉的风鸣，一道淡蓝色的半透明能量护盾瞬间以城墙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将整个山谷以及方圆百里的领地牢牢罩在其中。在这股强大的能量冲击下，迷雾死地终年不散的黑色毒瘴竟如冰雪玉骄阳般迅速消退，阳光第一次毫无阻碍地洒在了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耀眼的阳光下，那座20米高的黑岩城墙宛如巨龙盘踞，城墙内防弹玻璃别墅折射出梦幻般的光彩，大片的良田、清澈的河流，以及那些跪在地上看着这神迹般一幕痛哭流涕的流浪兽人苦力。我站在高高的城头上，4大凶兽载载威风凛凛地环绕在我身边。渊绝从背后轻轻拥住我，暗金色的眼眸里满是化不开的柔情与骄傲。他低声在我耳边说：“我的城主大人，你赢了。”我迎着风，嘴角勾起一抹张狂的笑意。我拿出一个扩音喇叭，将声音传遍了方圆百里，向整个兽世大陆宣告：从今天起，迷雾死地不复存在，这里是万寿城，我是城主离音，擅入者死。与此同时，万里之外的天狼王城，逃回去的刀疤统领正跪在奢华的大殿上，瑟瑟发抖地汇报着那座黑色城池和4个恐怖幼崽的存在。王座之上，一个浑身笼罩在金光中的神秘兽人缓缓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与贪婪。4大上古凶兽，还有那个男人的气息，传令下去，集结3万大军，本王要亲自去会这座万寿城。而在9天之上的神界，一双冰冷的眼眸也穿透了云层，死死盯住了万寿城的方向。